欢迎回来 Rider ATH。今天这一部影片不单只有我一个人罢了，平时看我的脸看到已经很显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把马来西亚各大汽车评论台，还有一些 Tech and Gadget 都已经找出来，这里就是要来聊一个马来西亚汽车媒体好像比较没有人聊的话题啊。通常一般上我们都是 review 车啦，讲一些新车新闻消息，都是离不开那个车的。不过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那个车的归宿，就是 Service Center。所以今天我们会有4个不同品牌车款的车主在这里讲他们的遭遇。评审团方面是负责给他们的 Service Center 打分数，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到底哪一家是最好的 Service Center， 哪一家又是比较弱一点的 Service Center 啦。所以今天在影片开始之前，当然是要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干爹70迈，感谢70迈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公路安全方面真的是付出很大的心血，每年都陆续更新了非常多款很好用的高清行车记录器包括我左手边的这一个就是70迈的最新产品3颗镜头的 T400，不仅是可以拍车外面，还可以拍车后面，还有车里面一些 Grab driver担心家暴的人 ，T400就非常适合你。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超高清 Ultra HD 4K 的 A810 系列，目前 A810 系列有 A810、A810S。还有 A810 Lite 在我们的频道都有陆续跟大家更新了，所以如果大家对70迈的产品有兴趣的话，欢迎使用我们连同 Shopee 还有 YouTube 联手送给你们的 Voucher， 省到就是赚到。片的左下角这边会挑一个格子出来大家可以点击进去，就可以直接传送到70迈的官方 Shopee 网店，保证扣到你爽爽。从我左边这边开始就有我们的 Bojo Channel， 在我心目中 Malaysia No.1 的科技主播 Bojo KJ。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然后我本身有用过 Toyota Yaris、Toyota Vios， 所以在 service 方面有少少的经历。所以今天你代表的就是 Toyota 对吧？嗨，下一位。大家好，我是 Ryan Test Driver Ryan， 我家里有很多车。问我家里最贵的车是什么车的话，当然是 Mercedes 的 W213，曾经是家里面最贵的车。马赛蒂。OK， 下一位。大家好，我是 EVC， 我家里是的确也是很多车了。我看我走了，你们全部都很多车来讲。但是呢，最多的就是 Prodo， 因为我有Lisa、MyB， 现在又有阿夏。你是 Prodo 车主。当然还有我们的九妹 Jermaine。大家好，我是 Jermaine， 然后我目前拥有的2辆车都是 Proton， 所以我今天就代表 Proton， 我觉得应该算蛮有说服力了啦。OK， 所以我身边这里有代表 Toyota 的啦、Prodo 的啦、Proton， 甚至 Mercedes 的车主都给我们挖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在这4个不同品牌方面，他们在 Service Center 的体验是怎么样的。当然不能是他们讲了算的嘞，可能他是 Toyota fans， 他讲 Toyota 一流 ，Toyota 真的很好 ，Mercedes 一流，我们不要听当事人的一面之词，我们也要有陪审团。从我右边这边看过去，就有我们的非常强大的一个 YouTube 频道，来介绍一下自己。我也是有很多车的，没有开玩笑。他的确是有蛮多车，有欧洲车、日本车、国产车。有钱生意做比较大，所以他被我叫来做评审团。我叫白仁康，我家里有 Prodo、Mitsubishi 跟 Honda。Honda fans。OK， 但是今天我们不评论任何他的车啦，我们主要找他来做评审，来给分数。OK， 再接下来。大家好，我是你的爱的人，我也是很多车，Tomica 很多辆。为什么会找他？主要是他接触的车很多。现在你的工作也是每天都是。是啊，摸车摸到闲了对车没有感觉了。不同品牌的车都给他摸到完了。所以关于评分标准方面，我觉得找来的人来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标准今天我们就要来开庭，来开审的东西有5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呢，就是要来讲 Booking 的体验好不好，就由我身边的车主团一个一个来讲解一下啦。目前只回去过 Service Center 第一次啦，因为现在我用了车大概是14000多公里，所以去了第一次的这个1万公里的 service。我觉得以 Booking 来讲的话，因为 Proton 它自己有一个 app， 所以看得到我 Booking 第一次的 service 可以安排在
最靠近我的那一间 Proton 的 service center， 包括到价钱，其实全部都从那个 app 可以看到了。这样厉害的咩 ？Proton 有 app 了咩？所以不需要通过那些繁琐的打电话 booking 啦，还是什么是吧？讲真的，我自己是 Proton 车主，我好像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Tesla 也是有 app 啊，不过 Tesla 20万呢，那个车20万、4万、20万、40万。40万。哎，来 booking 体验好不好 ？Mercedes。其实 Mercedes 的 booking 体验来讲的话呢，算是顺畅的啦，就是讲也不会讲好像拉到1个月、2个月，有些厂可能他们负荷不了，所以就变成 booking 要来很久。可是 Mercedes OK 啦，最起码你1个礼拜前 booking 都会很准时的安排到你。主要是你这样讲一下，我觉得很有大几率是因为 Mercedes 在路上可能没有好像 Toyota、Honda 这样多。好像我自己以前的 Honda 啦，我 booking 要2个礼拜了。Toyota 呢 ，Toyota 很传统的，打个电话 booking 一下，然后大概几号几月过来，几点就这样过去哦。所以 booking 还是 OK 啦，还过得去啦，还讲得过去。不多啊。我的这个有分为很多个阶段 ，OK， 因为我以前后来还有现在我都有不同年代的嘛，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体验哦，就是我拿车去 service， 还没有 service 之前呢，我去到那个 counter 那边呢，是没有人鸟我，真的是没有人鸟我啊，然后我站那边，我说了差不多10多分钟，我就去问，哪里拿号码？拿了号码之后，我车放进去 service 啊，我自己走进去 service bay 里面啊，我看到他把我的东西拿下来，然后没有放回去，他们架出来，我再走去后面看，我的东西放在底下，所以那次之后我就不开我的那台车去了。他们还是属于很传统的打电话。OK， 刚才他们已经讲了他们的预约嘛，有些是可以用 apps 啦，有些是不可以用 apps 啦，所以我们等下会先做一下 research。经过我们的这个陪审团激烈的讨论过后啊，那个分数方面我们先不要打，我们留给过后。那现在我们要来到的就是第2个章节啦，关于 service center 的体验。我们来看一下现场4位车主来讲一下你们去 service center 给你们怎样的一个感觉。都有大先。回去 service 的时候给我一个感觉啊，就是找nasi lemak吃哦，找东西有什么吃就拿咯。然后如果是他还没有送来的时候就 book 哦，然后安迪放的食物就抢哦，环境好吗？冷气够冷吗？冷气冷，环境好，沙发有，人呢是不错，人啊 ，salesman 啊那些就一般啦，也没有说特别突出，就可以沟通，很 normal 啦。这个 normal 啊，其实可以在一个比较普通的牌子也可以感受得到的，其实就是 Proton，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 Proton， 我觉得他讲的那几个东西都有啦，有沙发啦，冷气够冷啦，有nasi lemak啦，很明亮很干净，然后早餐像杰哥讲的也是有早餐，也是要抢nasi lemak，因为我一般都是会 booking 早上去做 service 嘛，食物也有，然后冷气也够冷，沙发也够舒服。technician OK 啦，我问他们一些问题都答得出我，所以我觉得是你给我肯定是 OK 啦，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表现对我来讲是中上啦。听了中上的，我们来听一个我自己觉得啦，应该是就是顶流了的 Mercedes 的 service center 呢，我只能讲它算是一个非常精品的5星级酒店的 service center。哇，你进到去里面Black Interior， 就是大的 LCD 来展示他们的 Mercedes 的 product， 它里面呢其实就是基本的该有的什么nasi lemak什么水啊、沙发这种东西是很 basic 一定要有的。再来就是它的服务也很好，好像你要回去的话，它也会帮你叫 Grab。我听了你们的那个待遇啊，怎么我不懂是我不敢讲死啦可能是我们去的那间 showroom， 这些你们讲的什么nasi lemak啊、什么水啦、什么 coffee， 好像我的通通都没有嘞，怎么这样哈？画面上大家看到这里，如果你不服气，你觉得你的 Proton 啦用到 service center 你体验很好话，欢迎影片下方打上来反驳一下。因为讲真的，我们其实这里也是有蛮多个 Proton 车主啦，我自己也是 Proton 车主，我是没有吃过他们的早餐，不过我去的那一间 service center 它是蛮大间的，应该是4S 店，所以有咖啡喝。Proton 好像没有得吃是吗？我去的没有得吃啦。我也是去过没有得吃，我也是去了没有吃。等下你们讨论啊，我不参与讨论啊，就他们去讨论。然后等下我们会在影片结束前一次过公布所有分数。那现在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第3章节。所以我们来讲的是保养、维修还有 warranty 方面。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个人体验啊。关于 Proton 还有 Proton， 其实我的 Toyota 也有回去 claim 过 warranty。Toyota claim warranty 真的是很快 ，Proton 也
很快，就是我相信不是因为我这张脸啊，就很快就可以把东西处理好。MyV 那时候就是有异响，新车异响啊，我回去 claim， 他们把我的车加进去，我不懂他做了什么东西啦，出来更多异响，然后我又要再 appointment 过新的时间去做 warranty， 然后又再弄，弄了第2次才解决一部分。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人体验，不影响分数啊。我希望等下可以不影响分数，不过我就把我的经验讲出来而已。那我们来看一下 Toyota， 你在 service 方面呢、有没有遇到好像前台很 hard sell？ 哇，你一定要加这个，一定要买这个 additive， 一定要导这个，还是我问他这个不用加咩？那个不用导咩？啊这个不用换咩？OK 啊。没有啊，他就跟住那个流程哦，你到了多少公里，他就跟你做咯。然后小 service 跟 general service 就这样哦。claim 呢？你有 claim 过东西啊？有 claim 过 aircon compressor 不冷哦。哇！啊，Toyota 嘞，Toyota OK 啦，就 claim 的话，像你讲的 claim 蛮快啊，他就做什么，他 order， 然后跟你 appointment， 然后过来装就走了。全部 service 算是 OK， 然后只是他的 list 会很长，有时看了眼花缭乱啊。对咯，他的 list 是打到很多次，不懂换什么，然后就给钱了。还钱的时候会很贵啊，还是这样？已经预算了啦。还了还是会抖一下。Toyota 就是还 Toyota 的价钱抖一下。我们看一下抖到跌倒的 Mercedes。换贴油啦，都是包括在车价里面嘛，刚才讲到是 free 的。但是在 claim warranty 方面呢，真的是我觉得是干啦，因为可能我买到神车，我那辆车有2个问题比较严重的。对，真的中奖。第一个就是每天早上的时候镜子会有一部分会有蒙的问题啊。当初我们以为是车镜问题嘛，我就换了车镜，结果不是哦。检查到最后是冷气的问题，他们也不处理，直到我们写信跟到 Mercedes Malaysia， 就是它总部，他们才回信讲哦，这个东西冷气要拆啊，这些东西不过这些东西不包括在 warranty 里面，你要给钱。相比起来，国产品牌应该就更加人性化一点啦，应该会比较快速的解决这种问题，因为国产品牌在本地生产零件嘛，所以 Proton 啊，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Proton 先来讲一下，你有 claim 过 warranty 吗 ？Proton 来讲没有啦，因为那个车 service 了几次就没有去 service 因为那边的 service 好像车弄得肮肮脏脏，摆车你懂吗？他们那个工人可能弄了车子哦，他们不专业嘞，那个车子外面有看到很多手印，也没有跟我稍微去洗一下那个车，没有，then 就怎么还要回去嘞？都不专业。我们今天有准备了一个前service center 的 technician 啊，我们来问一下为什么做工啊要戴手套，到底是要戴比较好，还是不要戴比较好？我们的这个 Fast 是前 service center 工作人员嘛，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戴手套弄他的车，或者是其实戴手套也没有很好啊？Kenapa sometimes worker kerja pakai sarung tangan, sometimes tak pakai? Kalau ikut SOP rasanya pakai kan sarung tangan? Kalau ikut SOP kena pakai sarung tangan. Tapi bila kita pakai sarung tangan, itu minyak boleh melekat dekat sarung tangan. Jadi kita buka sarung tangan, jadi kita boleh tengok kotor. So kita boleh cuci. Jadi tak kotor pada kereta lah. Oh, jadi kalau pakai sarung tangan sepatutnya mau jaga tangan tapi boleh kotorkan kereta-kereta orang lain, betul tak? Ya, betul. Bila pakai sarung tangan ni, dia kan hitam kan. Jadi kotor tak nampak. So kalau kita buka sarung tangan tu, hitam tu kan nampak dekat kita punya tangan. Jadi kita boleh cuci lah. Jadi tak kotorkan kereta customer lah. 意思就是讲，其实如果 follow SOP 是建议他们戴手套工作，可是因为手套是布料的嘛，它会沾到很多油脂啊，还是怎样，就会沾到车上。你的可能它是真的有 follow SOP， 不过它没有清理干净你的车。OK， 来。Proton warranty 方面的话，so far我是 claim 过1次啦，因为第一批车所以有点小小的 defect， 然后等 parts 来讲也不会很久，然后重点是他们没有跟我 argue 讲是我自己弄坏，还是讲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这样怎么样啦，没有太多的 argue， 就直接跟我讲 OK approve 换，然后我也是一样 booking， 然后应该是1个礼拜过后就去换了，所以整体的 spare part 的速度我觉得也蛮快啦。因为它的 parts 全部在马来西亚生产嘛，所以订 parts 也好，时间就短，然后 service center 啊，你刚才讲了一个重点就是没有 argue 是最好的嘞。如果你的车有问题，你回去 service center 他还跟你 argue 这个是你自己弄到啦，这个是怎样啦。今天的第4章节呢，其实跟第
3章节就有点 overlap 了啦，因为第3章节我们讲的是你在 service center 的一些体验啊，包括 service 啦、维修啦，还有 warranty claim 方面。第4章节其实刚才我要讲的是我们在 service 也好，还是 warranty claim 啦，主要是 warranty claim 有没有遇到什么 parts 等很久啊，还是那个 parts 等不会来这样子啊？所以等下我们的评审团也是会加以讨论，在第4章节这里做出一个评分啊。所以我们事不宜迟，现在马上来到第5章节，就是我个人最期待的了。你在 service 方面有没有公开透明啊？还了那个钱会不会觉得看到这个 bill， 没有看过的东西怪怪？For Toyota 的话，通常他会 before service， 他会跟你讲这一次的 service 会换什么吧，做什么东西，给你一个大概 quotation。那如果是 after service 发现到其他问题的话，他会先 call 你先 before 做 ，OK， 然后 OK 啊 ，owner 已经给了一个 accept， 他才做的啊。所以价格方面是每次都知道修理多少钱，小 service 200-300，大 service 700-800这样的大概啊。这样我觉得还是 OK 啦，它是比较公开透明的啦，毕竟它是日系品牌世界一哥嘞，还是有它的。他没有跟你鞠躬90度，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我相信如果在日本的Toyota应该会这样。会，我觉得会宾至如归。这个文化啦，如果可以拿过来马来西亚就真香完美啊！我们来看一下马赛蒂有没有东西好讲。关于 Mercedes 来讲的话呢，刚刚我也是讲到嘛，是 include 在车价里面了嘛，所以我有去上网 check 了一下哦，原来他们在 after 5年过后有给一个 package， 是回去原厂 service 的 package 啊，竟然我那一辆 W213只是单单换黑油要1100多块啊哦。对啊，黑碗对1100多块，所以 Mercedes 啊这种德系豪车都是给人家一种老板车的感觉，不是那辆车本身自带老板气质而是你在还钱的时候就有那个气质了。体验不一样吗？刚才他讲了，就是那种5星级饭店有那种 cafe 的感觉，这个是我觉得 Toyota Proton 应该给不到的体验啦。Proton 其实它价格是可以接受啦，亲民哦，只是说看到 service center 价钱，去外面更便宜，好像怎么我不要去外面呢？然后刚才我有讲了，他们的 service 就也没有到很好嘛，所以就不会想要再特地去，除非你真的是很想要它的 warranty。因为我有阿夏嘛，我是有一点小的经验，我不懂是不是 Prodo 他们有给他们的 SA 有一个commission 或者是 target 吧，他们会卖一些 additional 的东西，就好像 magnetic 那种放在 oil filter 上啊，对，真的吗？对additive 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是说你是去回官网看呢，它是不在这个价钱里面的。可能你今天去官网看，我的1万 service 是300多块，可是你去那边你什么不问也不问啊，然后他就给你下去的时候，为什么500多块出来的？觉得 Proton 跟 Prodo 就完全不一样的做法，他们当然也是会问那些 additional 啦，他们要找刺嘛。不过我都是拒绝，他们也没有摆脸色，也都 OK， 也没有讲是compulsory啦，所以我觉得是 Proton 确实这点我蛮惊讶的，我觉得 Proton 做到比较好啦。他们会问，但是消费者肯定可以拒绝，在 Proton 的体验啦，然后 service 的价钱那些，虽然我是不用给钱，对，好像只需要给一个3块钱吧，我记得一个 tax 的钱罢了。然后我去上网查它的 service 的价格，也是在300块里面，小 service 啦，第1次、第2次。然后 addition 呢，也我可以完全拒绝，所以我觉得很合理的一个价钱咯 ，for 2 Proton 来讲。所以我们今天经历了这5大章节过后，就来看一下总分排名方面，这几个品牌各自拿下多少分。那评分当然不可能是你们各自随意给分数，因为我担心的是这3个人中间有各自专门特别喜欢的一个 brand， 可能你特别喜欢Toyota，你给Toyota特别高分，这样就不公平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评分标准是由你们3个人一起讨论，每一个品牌在各自项目上面满分只可以得到最多20分。那有5个章节，满分就是100分。经过激烈的讨论，现在我们的评审团已经有各自的答案了啦，分数方面已经打好了，然后现在我们就要来公布这5个项目各自品牌拿下了什么样的成绩。首先我们就要来公布的就是关于 Booking 哪一个分数最高啦。 Mercedes Benz 啦，你们给他多少分？19分。哇，19啊，已经接近20，差不多满分了。因为刚好他是在这4个 brand 里面算是顶流啦。这样第2名第2我觉得是 Toyota 跟 Proton 哦，评分啊，一样有 apps 啊，一样容易接受到 walk in 的客人啊。所以 Prodo 包尾的分数是15分，对。
因为它 work in 的，我觉得有时候呀，我也是有这样的经历啦，所以不只是没有理性，不只是客人有这样的经历。OK， 来到第二章节，刚才他们讲了过后，关于 service center 的体验啊，你们觉得最高分的是谁？ Mercedes 哦 Benz 还是 Benz 啦？这三者肯定是 Benz 满分的。直接给20啊！分。对啊，哇！那个味道都给我赢了。然后第二名呢？第二名就是 Proton 跟 Toyota 17分评分。主要是为什么你会给 Proton 跟 Toyota 评分？这样不是国产车跟日系车 same？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如果 after sales 啊，如果他们是帮你 set 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很加分；如果他是 set 掉你的话，我觉得很扣分。他 set 掉你的话，他不帮，他就是不信来不信去啊，做不好这样子哦。所以 Perodua 是你们讨论出来最低分那个啦，我都要15分，因为我也是尝试过不好的体验。过来人啦。过来人，身为过来人，我已经过来了。OK， 好，第三章节将关于维修品质还有 warranty 的分数方面，你们怎样子打嘞？ Mercedes 19分。哦，又是 Mercedes 赢哦，这样不用评了，下班了，全部人 Mercedes 赢了。你花钱多吗？第二名啊，第二名。第二名是 Toyota 18分，因为它容易 claim 那也不算难啊，没有跟你说你改一点点那个灯啊，有个某个品牌啊改灯吧不能改轮圈吧啊 ，rim 的话都影响到你的 steering rack。这样我知道是哪一个品牌了。某种品牌啦，看我的脸很虽像。然我没有买那个车啦。来第三个呢？第三名16分 Proton。哇，10住 Toyota 嘞，很近嘞，又是 Perodua 第4名啊。Proton 第4名15分，你们是跟 Perodua 有仇啦？没有的，没有我们绝对没有。我们是自己本身也是有 Proton 的，我们自己也是有体验到这种车主。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去到第4章节，零件等待方面，应该你们不会讨论出来又是 Mercedes 啊？真的 Mercedes 我走啊，第一名是谁 Proton。啊 Proton 哦，是啦，因为刚才前面讲其实是没有什么等的，就是很快速解决你的问题，所以 Proton 你们给他17异口同声。OK，那第二名呢？第二名。Toyota 咯，16分，16分对，所以也是跟 Proton 很接近啦，也是很不错啦。到处买都可以啊。这样子意思是讲 Proton 还更高分哦。支持本土品牌。来 Perodua 14分，第3名 Perodua 14分啊， 14分。所以最后一名就是 Mercedes 啊，这一次。对啦，要等哦，通常就是要 place order 先，要跟你讲几个礼拜到咯，然后车就掉在那边哦，这样子。很闲诶，每个月要供车，然后车还丢在那边不可以用。对啦。来到最终章了啦，就是保养价格跟这个满意度啊。第一名是 Mercedes-Benz 17哦，17分啊。为什么呢？为什么？第一，它东西贵。也许会下面会有人讲好了，它东西贵啊 ，service 贵啊，那个是个人的问题，自己口袋的问题，不是品牌的问题。对。OK， 来第2名 Proton 15分。哦，平分，对，很亲民哦，便宜咯，因为车也是很亲民的价钱了嘛，所以价钱在那边也 OK 哦。性价比高了。对，性价比高了。然后第4名就是 Toyota 11分。我们可以看到 Mercedes 这一次的分数，当然毋庸置疑是最高分的啦，综合表现高达88分，非常接近于完美了啊。但是紧追在后的呢，就是我们的第2名，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 surprise 的，没有想到他会来到第2的位置。那我也不要公开他先，不过我可以公开他的分数是82分。第3名和第4名的差距也是蛮大的。我们先来讲一下第4名啊，第4名就是你们刚才看到骂声连连的，所以如果你们有人要反评的话，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一起打上来。就是 Perodua， 他的分数只有74分。那第3名就是他的老大哥 Toyota， 综合表现分数79分。第2名也就是刚刚我讲的 surprise 到我的 Proton， 没想到他可以拿到高达82分的表现。看完评审团讨论出来的分数过后啊，为了让观众朋友们呢在保养费用方面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概念呢，我们的专业幕后团队啊，也到4个品牌的官网里面整理了以下的资料，各自品牌内的入门车款5年或10万公里的保养费如下。我们可以看到最便宜的呢是 Proton Saga， 只需要3327块，再来就是 Perodua Beza 3531块，那接下来就到了 Toyota Yaris 的保养费3950块。前面3位其实都非常接近啦，那最贵的自然就是有断层式差距的 Mercedes A200了啦，它的价格也需要从8000块到12000块不等啊。对于这个
评判团评出来的分数啊，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吗？ Proton 的确做得很不错，确实做得很强。那近期出的车款全部也很美。对哦，Saga OK 吗？啊讲一个题外话，你觉得 Saga 这辆车啊，用了1万多公里啦，它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你好嫌弃啦？有吗？嫌弃的我暂时是想不太到太多了啊，可能 steering 太轻哦，这个可是很多人喜欢 steering 轻的哦。看个人哦，让我蛮 surprise 的就是它的油耗确实是不错了。啊，我自己也是驾 Saga 的，所以我知道 Saga 的油耗表现啊，我随便驾大脚驾都有16、17公里 per liter。包围的 Baroda， 身为 Baroda 车主，有什么话要讲吗？服务态度好一点咯，你知道吗？服务态度，不是讲哇买这种便宜车，服务乱来。你们看了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啊，当然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想法，想要看到这些 service center 的提升，你们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毕竟马来西亚汽车市场，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蛋糕啊。马来西亚人买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的车，却有最适合自己的车。service center 也是一样，没有完美的 service center， 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打磨，把 service center 的服务品质做上来，就像 Proton 一样，真的是有 surprise 到我。那 Mercedes 都是一路来都在顶流啦 ，Proton 可以紧追在后，拿第2名，希望它可以越做越好，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车型。想要看到什么品牌的车坐在一起同场竞技，也可以告诉我们啊。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 arrive,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